所周知，一起吃瓜是一个非常能够增进互相了解的事情。那么在上课之前，我们将开始一个吃瓜大会。吃瓜大会游戏规则：每轮由一个人讲故事，故事可真可假。讲故事的人可选择0到2个同伙，必须配合把这个故事编成真的。其余成员不断提问，推敲故事真实性，站对真的或假的。最后由讲故事的人揭秘真假，站对错的人接受惩罚。小敖，一看就是故事很多的男人。又是我，这不是换个人，我还没构思好。那证明是假的了。我还没想起来，不是没有构思好。那我先来了，我想想啊，要想的话，我见过瑞鑫哄小敖睡觉，我不知道，我睡着了，当时都。哄小敖睡觉怎么哄的？也唱歌了。这个你也不记得了？不是，你知道人喝多了，他就会提一些莫名其妙的要求啊。哦，是你主动提。我只记得我喝得非常大那天。你喝多了就习惯就是给别人提要求哄你睡觉，是这样吗？我就不正常，我双重人格。但反正在你倒的时候，欣姐和瑞鑫还没倒。对。而你倒之前最后一句话是瑞鑫给我唱首歌。不是，我已经不记得那天晚上我干了什么了。第二天他们跟我说，我又让王瑞鑫唱歌，又让王瑞鑫跳舞的。所以瑞鑫也又唱了歌又跳了舞。哼歌吧，就不算是。哦，就哼着哼着你就睡着了。不知道了，反正我已经记不清了。他尝试了各种方法，他一直闹着不睡。闹着不睡，等一下。刚才不是说小敖自己喝多了就是倒了吗？怎么现在变成了你们要主动哄小敖睡觉呢？我只记得我清醒的时候。好，那根据欣姐刚才描述，是瑞鑫主动想要让小敖睡着。为什么你想要让小敖睡觉呢？不是啊，就是他一直闹，我们几个人还在那玩呢。然后你就哄他睡觉。对。真，听着像真。老师真的啊，有完了，你的清白是真的，是真的呀，是上次有愿望啊。对，什么意思啊？是我们节目里面团建，在周仔的时候团建，然后我的团建任务就是他们要哄我睡觉。睡吧，睡吧。啊！天哪，你没白过来是吗？我的脑子里面当时已经想到我要在公开道歉，然后退圈了。对不起我的粉丝们，我将无限期退出内娱。这该评判为真还是假？就是真假的判断就在于提这个人的最开始的那一句话的版本。对，在于他的那个版本怎么添油加醋修改就无所谓了啊。对，完整的扩展一下是4个人哄，4个人去哄1个人睡觉，真的很离谱那个画面。不是，这4个人像刑部尚书，这个上刑，这就把最后一把。为什么最后一把会这么折磨我呢？我来吧。你来。那天就是欣姐和小敖也在，他们看到我给了柯洁一张银行卡，然后他就说他的心里只有我，只有我。都得玩这么大吗？非得玩这么大吗？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假。我们这个游戏规则不是提到的人是同伙吗？对。但瑞鑫刚才呢也有点刻意。瑞鑫呢，他明明讲的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他和柯洁2个人之间的这种私事儿，但他硬要在开始加一个条件，哎，小敖和欣姐都在场，强行拉欣姐和小敖入伙，帮他自己圆这个如此离谱的谎话。所以我的推理是假的。这个应该是演的一个情景，那这种演的情景，它算真还是假的？这个我觉得算假，因为他说我的心里只有你那句话，我觉得就是假。可是这句话不是真心想说的。确实，这个无法反驳，假。这判定为什么呢？真的呀？哦，确实，柯洁说的那句话不是真心实意的，但是这个场景发生过。柯洁是被刀架在脖子上说这句话的是吗？
我那个时候演的是他的前男友，然后我要挽回他，这金卡吧也就1个亿吧。1个亿，宝宝，我的心里其实还是有你的。走吧，宝宝。就爱你，我早就一直忘不了你，知道吗？你怎么也不在呢？我不在。还好他不在，要不然现在喝苦瓜汁的只有你一个人了。好久。OK， 我说一个，九泽战队最开始成立的时候，当时选人的时候，柯宇是我最开始确定的人嘛。但是在选瑞星的时候，瑞星当时问我说，如果柯宇去我那，他就去我那儿，是不是？他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柯宇不去你那儿，他也不去你那儿，他就会拒绝你的邀请，对不对？如果柯宇不来我这，他可能就要考虑一下，就要考虑一下，就看看我这都有谁。你为什么没选我？你没在啊？肯定在啊。对啊。哦，你在。哦，我想想，你确实是在，但是你当时就是怎么说呢？我们好了，刚才那个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了，这个是真是假。好，现在该我说了。我的心现在很崩溃，是真是假？真。那你志愿写的是哪个嘛？九泽。我不是，我以为你还是打野，你当时还没转射手，知道吧 OK， 冲你刚才得罪我，我也说是假的。冲你不选我，你就想喝呗。我觉得是假的，我印象里好像是记得九教当时是同时选了他们2个吧。假的。你写的是真的是吗？改晚了。好的，我干了。我想想啊，那我只能说个自己的了，就跟在座各位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好。小时候，就我放牛的时候，然后把牛从山上带回家里的时候，你走在牛前面，牛会顶你，然后你一直跑，它会一直追着顶你，然后我就跑到了茅厕里面。当时我的姿势就这样，扒着，就悬空，整个身体悬空。扒着什么呢？边缘。为啥要扒着边缘？牛在后面追你，它那个脚那么长，这是那个粪坑的边缘，就这样扒在这儿，然后牛就这么走过去，然后它走了，我就爬上来。啥味儿呢？你当时？臭啊，就是臭，极致的臭。不是，既然你要放牛，为什么它会顶你呢？放牛一般是走在牛的侧面，不能走到牛的后面和前面。那是你家的牛？当然，我放别人家的牛干什么？你觉得真的吧？阿普为什么觉得是假的？因为听上去越真，我就觉得应该是越假。我也觉得是假的，可能是你朋友。然后你把它说成了你自己，可能是我朋友。我觉得他这个环境他肯定是熟悉的。对，肯定是有人这样做的。如果是自己的话，我觉得很难这样描述出来这么尴尬的事儿。我是一个没有脸的人，我是一个没有脸的人。我是一个。自从知道你没有选我之后，哎，这就决定。都决定了，确实是假的。那是别人的故事吗？完全不是，就瞎编的。确实是身边的。身边太猛了。到阿普了。上次是怎么加入九德战队的呢？录完了一次之后，说下一次有可能会有轮换。在这个休赛期中间呢，刘恋姐就找我，她说：“小普，你现在是不是在九德战队啊？”我说是。她说：“我是去年九德战队的成员，九德教练非常好，而且九德教练呢和他们队现在的打野柯宇呢非常看好你，希望你能在轮换期加入九泽战队，因为我在狼队那个时候打野，这辈子基本上没怎么打过野。”
他们拉了一个群，柯宇和泽耀都在。他说：“来我们队打射手吧。”回头就跟思彤说：“放我走吧。”思彤说：“好，我就加入了九泽战队。”有这么个事儿吗？泽娇？是这样的。我觉得是假的，是因为我记得那个选人环节是让我和柯宇去争取。你不在那个群里，你不在那个群里。不是，是去争取你，我们在节目上去争取。不是，是在轮换之前休赛期私聊的事情。但是休赛期的时候，大家也不知道要轮换这件事情。知道，心里想轮换的人，可能就会比较在意这个事情。来，真真假假，来，只有我们3个做是吧？对对对，因为泽教在那个被我点到了吗？说了一句是这样的，我和欣姐是这样。选好了，假的。我要做你局了。假在哪儿呢？当时柯宇来问我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非常感动，但是我第一时间没有直接一口答应，因为休赛期之前的那次录制，思彤语重心长的跟我说：“你还是想出去打射手吗？”他那个时候那种天真和充满希望的眼神，让我很难拒绝他。我说：“痛子哥，只要你需要我，我是愿意在狼队留着为你打野的。”因为这个承诺，柯宇来问我的时候，我并没有一口答应。到了轮换期，直接把我卖了。看到有一个敏剑反手给我扔池子里去了，